大家好，欢迎回到 Thinking in Chinese 中文思维课堂。今天我们来学一个万能动词“搞”。万能就是说它的用处非常大。在课本上呢，你很少会学到这个字，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的很多。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搞”是怎么用的。你会学到“搞”最常用的5种用法。学会这个字你的中文会听起来更自然。我们先来看看字形。搞跟打一样，左边呢都是手这个部首。这个部首代表了一双正在做事情的手。只要是你想用手去做、去处理、去解决的事情你都可以用“搞”这个字。第一组，我们来看看这双手在生活里最常做什么呢？这张图片里，你看房间是不是有点乱？这时候你该做什么？没错，你可以打扫房间，打扫卫生。不过我们平常说的更多的是搞卫生。周末没空，我要在家搞卫生。你把房间整理干净，擦擦桌子，拖拖地，都叫搞卫生。再来看这个，你想买一杯咖啡，结果发现今天买1送1。买1送1呢，就是买一杯送一杯的意思。门口已经排起长队了。商店这种为了吸引顾客多卖东西做的事儿，中文里叫什么呢？就叫搞活动。你觉得这个活动很不错，告诉了你朋友，你可以怎么说？这家咖啡店在搞活动，买1送1，特别划算。好，再来看第3个。你看大家在一起聚会会聊什么？可能你会聊聊家庭，聊聊新闻，还会聊聊世界杯，还有工作上的一些事儿。如果是和工作赚钱有关的事儿呢？现在很多年轻人更喜欢说2个字，搞钱。你最近在忙什么？忙着搞钱为什么不用赚钱呢？因为赚钱听起来就是正常的工作，而搞钱呢更轻松幽默一点，好像在想办法，在找机会。接下来我们看看第2组。除了生活里的事情，你做什么工作也可以用搞。你看这个人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坐在实验室里，他正在看显微镜。显微镜就是他手里的东西，可以把很小很小的东西放大，让人能看清。他是干什么的呢？他是搞研究的。那这个人呢？他在画画，他是搞艺术的。再来看看这位他在中国很有名，是个作家。《活着》这本书就是他写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中文学到中级的朋友呢，肯定都听过《活着》这本书，对吧？我们的播客里也说过这本书。那他是做什么的呢？他是搞创作的。如果有人问你，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如果说
我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我是从事艺术行业的。听上去啊，虽然没有错，但是呢，有点太正式、太严肃了，对吧？大家平常啊不会这么说。你如果说我是搞研究的，我是搞艺术的，我是搞创作的，听上去啊就很自然，也很低调。低调呢，就是你很厉害，很有能力，很成功，但是啊，你喜欢简单、安静，不想让太多人注意到你。好，我们来复习一下你刚才学会的2种用法。我们来看2个朋友聊天，一个说：“哎，老李啊，你家院子啊太漂亮了，也太专业了吧。”另一个说：“见笑了，我以前啊只是搞财务的，哪里懂什么养花。”朋友就问了：“那你现在怎么花种得这么好？”老李说：“退休了嘛，没事儿就搞搞园艺，种种花，主要啊是自己喜欢。”好，我们继续，再来说第3组。这一组呢更有意思，因为这里的搞啊还能表示一件事，或者啊一个人的特点。我们先来看这位，这个站在舞台上的人正在干什么？对，他在说话，在表演。表演什么呢？他在表演脱口秀，就是一个人站在台上讲一些好玩的事儿，让大家都笑一笑。你看啊，他的表演很有意思，很好玩，大家呢都笑得很开心，也就是说很搞笑。你可以说，昨天那个节目太搞笑了，我笑得肚子都疼了。如果有人特别会讲笑话，让大家开心，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很搞笑。再来看看这张照片啊，大家都在好好拍照，只有左边这个小孩呢，跟大家不一样。他在做什么？他在吐舌头，做鬼脸。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啊，他要搞怪，要引起别人注意。搞怪就是故意做一些奇怪的动作或表情，引起大家的注意。小孩特别爱搞怪，因为他们想要引起大人注意。万圣节，大家会穿上很特别、很奇怪的衣服。你可以说，今天穿的真搞怪。你看电影、电视剧，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情节呢？主角啊有一个重要的秘密计划，但是他的计划每次都被人破坏，总是遇到各种麻烦。这个时候他很生气，就会说：“谁在搞鬼？”搞鬼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人在背后偷偷做坏事。再比如，你和朋友一起去吃饭，回家的时候，你发现钥匙找不到了，旁边啊，你的朋友正在偷笑。这时候，你笑着拍他一下，说：“你搞什么鬼呀？快拿出来！”这里的搞鬼就没有什么坏心思了，只是朋友间开玩笑。总结一下，在第3组里，搞是用来形容一些行为或者一些人的特点，像是搞笑，就是让人笑，让人觉得很好玩的事。
搞怪呢，故意做一些奇怪好玩的动作，吸引大家注意。还有搞鬼，有时候是偷偷做点不好的事儿，秘密的事儿，还有的时候只是朋友间开玩笑。第4组是搞加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事情最后怎么样了？你看，这个人在做什么？他在看表，他可能是在等人。那个人呢，一直没来，他比较着急。为什么没来呢？可能有几种原因，我们来猜一下。第一种，他被人放鸽子了，就是他约的那个人啊，故意不来。放鸽子是说你跟别人约了时间，别人啊却不来见面，这是一个特别地道的中文说法。第二种，没来的人呢，记错了约的时间。如果你记错了时间，你怎么向对方解释你没来的原因呢？真不好意思啊，我搞错了时间。搞错就是弄错、记错了的意思。搞是动作，错是结果，所以搞错就是做错了、弄错了。口语里我们会说搞错、弄错，不会说自己犯错误。说犯错误的话，就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好，我们继续。这是一场足球比赛，看这张图片里，球员们为什么这么兴奋、这么高兴呢？因为他们赢了比赛，他们打败了对手，搞定了比赛。搞定，定是一个结果，意思是成功解决了，办好了。工作上，你完成一个新项目，就可以说搞定了。你也可以说，我搞定了一个大客户，终于和他签了合同。你和几个老朋友要来中国旅游，行程、酒店这些啊，都要一件件确认，挺麻烦的。等你把所有事情都办好了，你就可以说我全都搞定了，就等着出发了。生活里的事或者工作上的事啊，也许很复杂，但你最后全做好了，没有问题了，就是搞定。刚才的搞定啊，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搞定一件事，让我们很轻松，很高兴。不过啊，有时候搞不一定都是好结果。这张图片里，这个人，你看，他的手机掉水里了，开不了机了。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他把手机搞坏了，坏就是结果。你去修手机，就可以说，我的手机被我搞坏了。口语里啊，我们不会说我损坏了手机，只会说把什么东西搞坏了，或者是弄坏了。第5组，最后一组。这时候啊，搞已经不只是用手了，开始跟你的大脑活动有关系。也就是说，表示你的思考过程。还是先来看图。这个人在看什么呢？一些很复杂的图表，是不是？如果你第一天上班，刚开始看一个新项目，规则很多，很复杂。这时候啊，你可能会说，这个流程我还没搞清楚，
意思就是说，怎么一步一步做，我还不明白，我还没有完全理解，还需要时间。但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你慢慢看懂了，明白了，这时候啊，你说，我终于搞清楚了。这里的搞清楚，就是你把事情想明白了，理解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右边这个人吧？Elon Musk。Musk 给他的小儿子起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像一串代码一样。大多数人看了可能都不会念这个名字啊，我也觉得很难理解。怎么会有人给小孩起这种名字呢？除了很难理解，我们还可以怎么说？搞不懂。对，我搞不懂这个亿万富翁为什么要给孩子起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我搞不懂他在想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哪天我理解了他的想法，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我可以怎么说呢？我搞懂了，我终于搞懂了他的想法。所以啊，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东西，或者不理解什么社会现象，就可以说搞不懂。这个股票涨得太快了，我搞不懂。这个语法我搞不懂。你学习以后明白了这个语法，你就能说我搞懂了。好，5种用法你都学过了，我们现在啊来用一下。还是刚才的老李和他朋友老张。老李，听你这么说，我也想试试。不过啊，我怕自己搞不定。没事儿，你先从简单的开始，先搞清楚每种花的习惯，像是要多少水，要不要晒太阳。对了，你上次送我的花苗，怎么一直长不大？你是不是搞错了？水给多了。我每天早晚都浇水，不行吗？这种花不喜欢水太多。哎呀，没事儿，你换点土，这事儿能搞定。那就谢谢了。说实话，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你种什么都好，我就不行呢？好，今天聊了这么多，我们最后啊来总结复习一下。我们学了5类常用的搞的用法。第一类是我们在生活里常做的事儿，比如搞卫生、搞活动、搞钱。第二类介绍你的工作和职业，比如搞研究、搞艺术、搞创作。第三类是一些有趣、奇怪的行为和感觉，比如搞笑、搞怪、搞鬼。第四类是事情最后的结果，比如搞错了、搞定了、搞坏了。第5类是表示你明白了没有，比如搞清楚、搞懂、搞不懂。现在到你了，你还知道哪些搞的用法呢？如果你想练习，欢迎在评论区用稿写一个句子，我会帮你看看自不自然。千万不要怕出错，因为错误啊就是最好的老师。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向我提问。非常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了。If you like to dive deeper, join my Patreon for the complete learning pack for this lesson. You will get the lesson notes, exercises, and much more. Just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拜拜。